反正在过全都持续关注嘅节目现场，继续来关注嘅系那个警下海域嘅执法嘅产生嘅后续嘅争议哦。今日倡导嘅系中央研究院嘅林金英教授为大家来做解释。老师你好，你好。老师，这一次我们看到中国快艇越界进到这个金门海域，然后被我方执法，然后现在又说是我们方的查把他的船撞翻了，然后造成他人员落海，甚至有人员不幸的过世。那后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马上就有中国的海警在这个金门的水域来登检我们的这种一般民间的游轮。那现在国台办也宣称说，这个金厦海域它已经不存在所谓叫做限制水域，因为我们以前都有禁限水域嘛。那以后老师你会觉得以后这种态势它会再扩大，甚至以后中国海警在金门或是马祖周边的海域的执法将会是一个常态化现象？我觉得在未来短暂的未来，这个应该会比较多去巡查。那这个巡查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事件所带来的一个后续的影响。不过就是说，要再把它扩大到金门跟马祖之外，然后比如说到了台海，不管是中线，因为现在有蛮多人担心，就是他们会跨过来，甚至到台湾的这个临界海域，或者是说甚至进到领海的周边来执法的动作，大家会担心会发生这种事情。应该还不到那个阶段或那个地步啊，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还是要有个比例嘛，比例式的，好，所以这个比例式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国台办它的回应，好，还有最近几天稍微有点缓和，好，那最主要的就是说家属的要求，要台湾一定要去符合家属的期待。是，那这个当然也是包括后续对家属、对2名的这个渔民，后续的这个不管是抚慰金啊，或安慰啊，这些的金额的讨论，这应该是家属他们最重要的。对。然后对国台办来讲的话，它不能说完全定调在这个部分，不过这个在相当一个程度可以让这个事件不要继续再往更紧张冲突的方向去发展。所以说，就是老师认为说，就是现在这个中国海警的所谓的那个执法常态化，会只是短暂的常态吗？还是它会是一个比较长的常态？我觉得它应该，比如说你即使是常态化，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它还会有程度的不一样，然后在这段短暂的会比较多一点。然后我相信再来的话，因为这个两岸这个是共同，比如说海上，对，都有需要彼此共同的救援救难，这个是不管是他们的海警还是我们的海巡，这个是完全一致的目标。过去在金门，其实上有好几次的演习，这些的演习有涉及到包括比如说走私毒品，或者海上的救难，即使是到了民进党政府2016年5月上台，在2016年的夏天，两岸海巡他们的海警针对要不要去举行过去在马政府所举行的这种彼此两岸的演习，还是有一次预备性的这个演练。对。然后这个第一次预备性的演练之后，那后来就中国大陆就决定就取消第2次，所以就没有，从此之后就没有，到现在都没有了吗？都没有。是。所以两岸在这个金门跟厦门这个海域啊，因为是非常近，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它也是有需要台湾在海上去协助的部分。所以就海上的执法的单位，在路上当然是警察，然后有岸巡。海岸有岸巡，所以两岸的不管是他们的公安或者是我们的警察，还有两岸的海警、海巡，这个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单位，就是政治之外，尽量把它压低，然后再共同执法打击人类安全所需要的这些的
次序啊，这个在过去有很多的合作。老师，那我们先看到是说，老师讲这个合作部分，就是我们看到陆委会其实针对这个也有回应嘛，他也是表现我们的态度啊，说这个水域其实它的禁限制在1992年的时候就已经划定了，那这是一个既存事实，两岸也都有这样的默契，然后也曾经在这个海域呢也有一些救难合作啦。还有一些共同执法的合作，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不能否认。那为什么以前不会有争议，那到现在就有争议呢？这当然就是跟两岸的关系是有些的影响哈，因为两岸关系会带来一些就是全面性的这个比如说执法上面哈，所以执法不管是限制跟禁止。当然，限制到禁止，这中间还有一个应变的，对，就是说他进来之后，我们要先去观察他限制，好限制，但是还没有完全是禁止。等到他到了我们比如说4000公尺，就是4公里这个禁止的时候，他就绝对不能进来。所以我们的应变区大概就是说，4公里到6公里这个离岸上，好。对，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在过去，当然执法上面有时候会有这种随着这种政治氛围，好稍微有点不一样。不过就这个2月14号，对，我们的这个执法，这完全是没有问题。对，好，现在这被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说后来根据各方面的包括金门的地检署。然后他们的询问，还有包括2位生还的中国大陆的移民回到中国大陆去所陈述的，慢慢就让我们把整个的图像把它拼凑出来，所以一刚开始的时候，假如是有多次的接触，这个是我们海委会海巡署他们所披露的新闻稿，这个多次的接触。可能就变成多次的碰撞，好，对，这个可能又是中国大陆的用语，然后对家属的用语，就是说他被我们的海巡船把它就是推护，这个又更进一步了，所以因为是有接触，这个是一个事实，不过这个事实在一开始，假如说能够更清楚的把它揭露出来、披露出来，可能后续的都会是一个比较不会像现在延续这么久。是，老师当然就是说这些可能还要等待一些司法厘清，虽然说中间有很多政治的复杂的两岸的政治的因素，但是我相信就还是要等待司法先把它厘清，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说大家也都是蛮担心，就是说这一次会不会其实也是。中共利用这样的机会，再制造一些灰色地带的冲突，大家也是蛮担心的。那这灰色地带冲突会是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其实在不断的在挑战我们台湾当局的底线。老师你怎么看？这个灰色地带的冲突，当然金门跟马祖，不过在金门马祖之外，比如说东沙岛，比如说在台湾周边的，所以灰色地带的冲突，它的强度可以比较高。就像他们的战机战舰在台湾的周边，也是一个灰色地带的冲突。不过基本上就是说不完全的接触，然后没有暴力流血的事件来发生。好，所以对这个金门这次所发生的，它应该就是说后续的，就是说它比如说它登检我们的，比如说。合法的船舰，这个当然就是说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不过应该还不至于到那个地步。它对于我们的这种，比如说观光，比如说2月19号的这个观光的这个部分，观光船的部分，这个航线，我记得就是说在2月14号之后。其实金门的乡亲都有很多，就是说要求他们要更加的谨慎，出海要更加的谨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叮咛啊。但是因为彼此距离非常的近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谨慎，然后因应包括对这个
2位罹难的家属，因为他们还在金门，然后包括整个的遗体也还没有火化，所以他们就是等待台湾善后的这个处理。是老师，那我们这次看到说，其实这次的两岸的这个金厦海域的执法的争端，当然其实国防部也有站出来讲话，其实他就是说这是他们就是要预先为可能的冲突先做好支援的准备，然后呢，但是国军不会直接介入。老师你怎么看这次国防部的表态？会不会太置身事外，还是说其实他们有他们的考虑呢？国防部的考虑大概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两岸的海事的纠纷，这个海事还不算是海事的纠纷，就是说是一个海事的意外。中国大陆的这个快艇绝对是违法，是然后中国大陆本身它没有去处理，然后让它进入到我们的限制的海域，然后我们要去驱离。一刚开始绝对不是说要去把它就是撞翻啊，或者要更进一步的所以这个执法，所以海巡在执法有它一定的程序嘛，对不对？这没有错，这个是一个，他假如没有执法，导致海巡人员的执法上面的代责所以就这个中国大陆来讲这种如何这种管理这种船只，其实。我是这么解读，就是说，包括福建的这个海警局，他要去巡查，不是只有台湾的，当然也包括中国大陆有哪些的违法，他们也会一并的去处理。当你在路上看到一部车子，它没有车牌，那它没有牌照相关的证明，它没有任何一个，比如说这个可辨识的，对。就是商务他们就是我们是商务，就是我们在路上的警察都一定会去巡查嘛，对，所以说从某种角度来讲，我觉得这让两岸针对这个议题可以进一步的去思考，两岸的海上的执法绝对有需要来合作，两岸的警察他们的公安。也绝对有，因为总是会碰到一些违法的事物跟人。所以老师，你认为说国防部这次态度其实是正确，偏保守是正确的？我觉得国防部偏保守是正确的然后，但是他并不会因为他这么讲就完全没有做最后的这个后盾的准备。在金门跟马祖，应该这么讲，它是一个相对跟中国大陆友善的。不管是连江县，不管是金门县，两岸的来往非常的多，所以应该是用这种比较良善的，比如说金门跟厦门有很多的接触，然后马祖跟福州有很多的接触，从那个角度，不管是他们的红十字会，所以最好是不要一下子把整个的。紧张一直要把它拉高到两岸的这个比如说国防部就是国防，或者是两岸的一些就是陆委会、国台办，我就尽量的就让他就是能够冷却然后来回应这个家属的需要好，那最后就是，其实美国好像对这件事情也有一定的关注跟发声。当然，就是美国国务院是表示说有关注这个北京的行动然后呼吁北京要自治。那国防部也说不希望看到任何地区情势升高。老师你怎么看这一次美国的表态？为什么这样子金厦水域的冲突，美国也有所关注呢？其实中国的海警不是只有在金门、厦门，它最主要是出现在。这个南海，包括黄岩岛，包括仁爱礁，每次包括菲律宾要去运补这个仁爱礁的补给的时候，中国的海警船舰非常大、非常多，一定会去阻止，所以阻挠。所以对美国来讲，对其他的国家，包括日本，因为日本也是受到中国海警，因为它几乎是1年365天。在2023年是353天，然后他已经宣称要在今年要365天，天天都要在钓鱼台的周边，不管是12或者是24海里。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中国大陆的海警它已经不是只有在金马，
它也有可能在东海、在南海，甚至到突破到这个西太平洋去执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是非常的担心，它是比较广义的。那当然就是说，两岸在选举之后，新的政府还没有上台之前，他也希望说两岸不要因为这个